是我看了這麼多劇本之中最讓我覺得每一集都逃不掉的一個劇本。慕容清怡是一個很可憐的人，正是因為經歷了這些東西，他才找到了真正的自己。可能是不是因為我的一些動作会讓大家誤以為我是非强制癌不接的其實没有，以前演戲有一個毛病，我很容易演着演着就陷入一個自我感动的漩渦當中。後來我就慢慢意識到一個問題，演員其實演給觀众带入到那個情緒裡面去的，這些東西放在我心裡邊會更加讓我面對鏡頭會自如一點。搜索，打死我！这一秒过火入戏特辑由经典鲜牛奶首席赞助播出。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凌赫，很開心在入戲見到大家。這一秒過火，它其實劇情非常極致嘛。然後記得你之前說，其實進組前會把劇本的邏輯啊去理清楚。在看這個劇本的時候，最吸引的地方會是什麼呢？我第一次看到過火的劇本，其實最吸引我的是它情節非常緊湊，真的是我看了這麼多劇本，演了這麼多戲之中最讓我覺得每一集都逃不掉的一個劇本。如果你少看一場戲，下面的劇情就不知道連不上了，這樣發展了。对，所以自己在看的時候吊着自己，就是完全停不下來的那種，完全停不下來，沒有哪一集是廢的，線索都得連着來。它那種反轉吧，讓你意想不到，一件事剛剛完結，馬上要步入一些比較平緩的節奏，突然它另外一件事就起來了。所以全是這種強衝突、強情節的，然後有一些比較刺激的情節。會有過擰巴不能理解的地方嗎？會有，因為我自己的性格哈，處理事兒會處理的比較平緩一些。輕易不是這樣，過火劇本裡面其他角色不是這樣，它有些強情節的衝突會必須讓角色有那種比較外放的情緒，雖然說有點不太能理解一開始，但是很過癮。看那個路透，我們大家就覺得很過癮。是啊。拍攝過程中，你覺得和當初看劇本是想象一致嗎？還是說會有些很意外、很不一樣的地方？我覺得我跟楚然、我跟導演、我跟其他演員一部戲的磨合下來，應該可以給劇本再增添一點顏色。其實自己在實際的塑造中也會給他添加很多自己的一些理解和對啊，我們每個人的想法，然後導演的一些鏡頭的語言、情節上的更多的小心思、小設計都會在裡面增添一些色彩。拍攝過程中或者說拍攝前會有跟導演對這個角色做什麼交流嗎？會有，我們有一個圍讀的過程，會給這個戲給大家統一一個調性，該往哪個方向去演，表演方式是怎麼樣的，然後大家達成一致之後再開展生產工作。包括我們在拍戲的過程當中，我跟導演、跟對手演員、跟編劇團隊其實也一直在持續的交流當中，結合大家的意見一起再優化一下。可能大家看到第一版劇本的時候是這個樣子，但是我們拍攝下來可能會有一點點小小的出入，但一定是結合了所有的意見更優化的一個版本。其實慕容清怡看介紹啊，是一個病娇瘋批公子。我看完他的人生經歷，我感覺他真的很慘，他身上有非常多的苦難的地方，長大了看似好像已經功成名就了之後，又遇到了一些困難，好多。对，尤其前期的時候也不被父母爱，然後承受了很多。原生家庭就是一個比較悲慘的狀況，後邊他在尋找自己的過程當中也遇到了諸多的困難。在詮釋過程中是如何找準他這種角色的感覺呢？我去理解一個角色，我習慣先從他小時候經歷的東西開始，因為在我的概念裡面啊，原生家庭或者說初始的生長環境會決定他的性格，所以說我會去研讀或者說仔細的順一下他小時候經歷了些什麼。如果沒有的東西，我更會去腦補一下。沒錯，我發現很多演員都會有這種習慣，就是比如說劇本裡面沒有這個呈現，但自己會去腦補一下他過去的經歷，讓自己演的時候會覺得說更能接受。對啊，就比如說更合理。你在演他成年之後，就是很多劇的開展都是從已經經歷了這些事之後開始的。如果你沒有前面這些戲的鋪墊，你去演後面的戲的時候，心裡是沒有支撐的。這個支撐必須得做好，才能把後面的戲演實了嘛。那這個習慣是你演戲以來大概什麼階段開始形成的呢？慢慢在學習，一部戲一部戲的經驗在積累，才讓我養成這麼一個習慣。可能其他人也會有其他人的習慣，但這是我表演方式的一個習慣吧。從開始有這個習慣之後，你覺得就是這樣子演下來，會讓自己覺得說在表演上面有演的讓自己更接受，或者說和以前的狀態很不一樣的那種變化吗？會讓我更加鬆弛，更加讓我在鏡頭前面表現的真實吧。因為演員其實你說戲好不好，每個人評判都是不一樣的，但是鬆不鬆弛、真不真實是看得出來的。對，所以說這些東西放在我心裡邊，會更加讓我面對鏡頭會自如一點。其實這次我看有很多那種情緒張力非常強的這種戲份，有沒有哪場戲拍攝下來是覺得說
說最挑戰的呢？最挑战的2场戏，但都是因为一件事儿。有一场是我跟素素的戏，我会面临一个是挚爱，一个是至親，对这樣的一個選擇。那場戲我用槍指着素素，情感宣洩會非常複雜，我會面臨一個非常進退兩難的結果。但最後就是我其實也放過了素素，但是呢，把我們之間美好的回憶都一槍給燒掉了。這麼一個決定其實很難演，因為想的東西太多。還有一場戲是另外一種類型，就是那場你們應該看到路透了，我在雨中跪下來的。哦，對，看到了。其實原劇本寫的是我看着哥哥給我的信和照片，其實在懷念哥哥，在情緒宣洩。但我當時看到劇本，我覺得不夠。劇本既定上面的場景讓我好像沒辦法去把這種情緒完全的表達出來，所以我跟導演討論說，能不能說我看着這照片，看到這個信之後，讓我走出去。因為人在痛苦的時候，如果想解脫自己，一定是想呼吸新鮮空氣的。他出去了之後，下大雨，在雨中感受到了那個情緒，拿哥哥的照片跪下來，更能表達我對哥哥的一種情緒。所以這部戲就是從剛剛說的這兩個場面拍攝過程中，你一直在思考，就是怎麼樣呈現的會更符合這個劇情，或者說帶入自己的一些理解在。沒錯，因為我以前演戲有一個毛病，我很容易演着演着就陷入一個自我感動的漩渦當中。自我感動，對，就是你自己感覺哇，自己演得酣暢淋漓，但其實觀眾看起來，是不是沒有那麼強的代入感？後來我就慢慢意識到一個問題，演員其實演給鏡頭，他是要讓觀眾帶入到那個情緒裡面去的。不管是你的肢體動作、鏡頭語言也好，你一定是要讓觀眾進入你那個情緒。所以說，在這裡面添加一些氛圍的啊，添加一些來回的切啊，讓觀眾更能感受到我跟哥哥之間濃烈的情感。你剛剛說到，其實過去會陷入在自我感動的漩渦中，那現在以自己體驗為主，還是說會更多帶有一些，比如說技巧或者思考？演戲的基礎還是要把這些畫面放在心裡，把情感放在心裡，基礎還是不會變的。我剛剛說的那些東西，是我希望可以給我的情感烘托到一定高度，我自己演起來也會更得勁兒一點。對對，得勁。那你覺得是這種更外放的戲，還是說更隱忍內收的戲，對你來說更挑戰呢？克制的戲難演。其實克制的戲就是你既要有內心的支撐，又得有一個意識，你得壓着自己，不能讓自己的情緒宣洩出來，不能假，但是你又得演出那種情緒很濃的感覺，一定得是有兩種想法同時放在心裡邊，會更難一點。我突然想起之前我採過了一個前輩演員，他就講說克制的戲他也是覺得說更難演，因為可能表面就表現出來是20%的能量，但他其實內心可能要200%或者更多。沒錯沒錯沒錯，很難演。所以對於演員來說，其實也是更消耗的一個。當然，一直是這種戲的話，其實自己情緒也會不好。對，這個戲其實這種情緒克制的戲份也很多，有沒有一天下來有好多場這種戲連着的？還好，沒有一天說拍很多場哭戲或者情緒戲的，但是很密集，基本上2-3天就有一場，2-3天就有一場。對，有沒有哪一場戲拍攝下來覺得說哇，真的感覺被掏空了那種感覺？被掏空了，想想有，就是你剛剛說的那個大哥躺在那邊呢，然後我是回身去拿槍指着霍敏賢那場戲。說，到底誰告訴你的？那場戲壓力非常大。昨天殺青了嘛，就是全部拍完，要告別慕容清逸這個角色，和他相處的這幾個月有什麼特別的感受嗎？很心疼他，這是真的非常非常心疼慕容清逸的經歷。他3年前經歷了一些不公，3年後經歷了一些忽視，6年之後好像是已經一切都安定下來之後，又突發了一些劫難。我覺得慕容清逸是一個很可憐的人，但同時我也非常感動，因為慕容清逸正是因為經歷了這些東西，他才找到了真正的自己。而且非常可貴的是，慕容清逸雖然經歷了這些苦難，但他內心本真的一些善良和友愛是一成不變的。他表面可能看起來有很多這種讓人覺得很意外的行為，但是其實他本真還是一個很善良的一個內核。他的底色一直是很乾淨的，他沒有說因為這些受到的不公平啊，或者看到的一些非常極端的手段而去改變自己。他反而經歷了這些之後，他學會了怎麼去讓自己的愛去感染對方，感染這些受苦難的其他人。這其實是非常難得、難做到的，非常難得。對，所以也是最值得大家心疼的一個點。是。大家其實也說，就是張凌赫是強制愛賽道的 T0級別，在詮釋他這個強制愛方面有什麼特別的設計嗎？我怎麼就被冠上了這樣的一個名號呢？因為這個角色很帶感，包括你給他的詮釋，讓大家覺得說真的很帶感。可能是不是因為我的一些動作會讓大家誤以為我是非強制愛不接的？
其實沒有，其實沒有。在這個戲裡面，很多大家好像路途裡面看上去像掐脖的那種東西，對，其實不是，大家去剧裡面看就行了，没有掐脖。過去你也经常說想要拍民国劇，那這次實現了，感受怎麼樣？很開心啊！我在拍民國戲之前，我知道我有那些拿槍的戲，我很興奮啊。但是拍上了之後，槍聲就特別大。我開了第一槍之後，我忽然意識到這槍声怎麼這麼大。後來我再次開槍，我就特別警覺，每一次開槍我的臉部肌肉就不受控。拍的時候是不是要做很多訓練，就適應一下？心理建設。